程毅说把预期设低一点，这句话里藏着顶流的生存哲学。这是我自己的生活啊。你听到这句话会想起谁？我做这期视频之前反反复复读这一句话，读了大概有7、8遍。说实话，其实我一开始没读出味道来，就觉得挺平的一句话吗？直到我把程毅这2年公开采访拼在一起看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这句话可能是他这些年所有选择背后的那把钥匙。行，咱们今天不聊作品，不聊数据，不聊番位，就聊一件事，一个工作强度极高的演员是怎么用一套看起来特别丧的心法，把自己稳稳地养在这个行业里的。这套心法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他在采访里大致表达过的那个意思。把预期设低一点，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消极？是不是有点像那种朋友圈丧文学？别急，听完整再判断。我先讲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反差。程毅怕黑，怕鬼，去游乐园不敢玩高的，这是他自己说的，不是我编的。但是他拍威亚不怕，你听清楚啊。地面上离地2米的过山车他不敢坐，但是吊在10几米高的威亚上，拿着剑还要做表情，还要打戏，他可以。第一次读到这个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，然后我就想，这个反差里是不是藏着什么东西？我后来想明白了，这不是矛盾，这是边界感，是那种特别清晰的、特别成熟的边界感。戏里那个怕黑的是角色，戏里那个吊威亚的是工作，这2个都跟程毅本人怕不怕没关系。他在工作的那个 frame 里有团队，有保护，有专业流程，有心理准备，所以他能做。但下了戏，关上灯，一个人在房间里，他就允许自己怕。他不需要为了维持一个硬汉的人。啊，对了，我得先说一个背景啊，不然你听不懂这个反差有多珍贵。咱们这个行业现在，流量演员是不被允许怕任何东西的。你怕黑，立刻被嘲娘；你恐高，立刻被骂没敬业精神。所以大部分人哪怕私下真的怕，公开也得说我不怕。行，现在回到他，程毅他不，他公开的坦然地说我怕。你别小看这个我怕，这个我怕里面是一种我已经不需要靠人，不对，我换个说法，是一种我已经稳到不需要用伪装来保护自己的从容。这是段位稳定才敢有的松弛。游戏里满级号才敢空手出门，他就是这种状态。接着说第2个反差，程毅有一个习惯，他自己起了个特别有诗意的名字，叫神隐。这个词其实是从日语借来的，原来写作神印，意思是被神灵藏起来，暂时从这个世界消失一段。我看到的资料里说，大概是从2023年开始的吧，这个时间点我不是100%确定，凭印象说啊，从那之后，他每杀青一部戏，都会主动消失一段时间，不营业，不通告，不发微博，朋友圈也安静。外界看，哎，怎么这个艺人这么不爱赚钱？懂行的看，哦，他在自己回血。你想想看，咱们现在这个行业，整个生态都在逼艺人永远在线。粉丝要日常，平台要流量，品牌要曝光， KPI 写在每个人头上。在这种环境里，主动消失是需要勇气的，而且不是耍大牌那种消失，是带着目的的。一个演员演完一个角色，那个角色的情绪，那个人物的呼吸方式，是真的会附在身上一段时间的。这在表演心理学的研究里有相关讨论，据说叫角色残留，这个术语我也是后来查的，不一定权威，你们感兴趣可以自己搜。如果你不给自己时间，把上一个角色卸下来，下一个角色就进不来。这就跟厨师做菜一样啊，火候没退，锅没洗，你直接下一道，怎么可能好吃？慢工出细活，这道理放在演员身上是一样的。所以神隐不是逃避，是续航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这2年程毅每一部戏出来，状态都不一样，这背后不是巧合。好，
现在咱们终于可以回到那句最关键的话了，把预期设低一点。我说实话，这个意思第一次读我也觉得有点丧，但你把它放回诚意的整个生活坐标里再看，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丧，这是高段位的清醒。我给你拆3层，你就明白了。第一层是中国传统思想里头的无为，很多人误会无为是啥也不干，不是的，无为是不强求，是知道哪些事是你能控制的，哪些事是你控制不了的，然后你只在能控制的那部分里使劲。诚意工作强度有多高？大致的说法是1年待机300多天，这个数字我凭印象说儿，别太当真，反正非常高就对了。这种工作强度下，如果他每天还想着我必须要报，必须要拿奖，必须要超过谁谁谁，他撑不到1个月就崩了。但他说的是，我就想睡好，吃好。第二层是庄子的逍遥，逍遥不是浪，不是躺平，逍遥是内在的自由，不依赖外在的评价。红了，他没飘；被讨论了，他不应。连轴转的工作之后，他下了戏，只想骑个车在巴黎瞎晃。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瞎晃这2个字，我看到的时候鼻子有点酸。一个在自己国家已经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的人，他最大的一个愿望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当几小时无名之辈，这个愿望太人了。第3层是西方的斯多葛哲学，斯多葛主义里有一个核心概念叫 dichotomy of control， 控制的2分法。这个是古希腊哲学家艾比克泰德的思想，意思是世界上的事情分2种，一种是你能控制的，你的反应，你的选择，你的努力；一种是你控制不了的，别人的看法，市场的反应，运气。聪明人只在前一种里花力气。把预期设低，翻译成人话就是我对外界的回报不抱大期望，我对自己的努力负全责。你说是不是？这哪里是丧？这是把自己从被外界绑架的情绪过山车里头摘出来了。这是长期价值股的玩法，不是短期投机的玩法。我特别喜欢这一对照，一边是高强度的工作，一边是想骑车在巴黎瞎晃。诚意说他喝茶不挑，什么茶都喝。你别小看这一句什么茶都喝，一个明星喝什么茶是可以变成人设的。可以我只喝大红袍，可以我懂普洱，可以我每天必须某某克级别的茶，这都能拍成 vlog， 都能上热搜。但是他说什么茶都喝，说白了就是我对外界的标签不感兴趣，我对喝茶这件事本身感兴趣。这个 chill 的态度，这个不被消费主义改造过的小愿望，这个对特殊待遇无感的姿态，这就是低预期在生活里的样子。不是不要，是不强求，不是消极，是不被劫持。我们绕了一大圈，现在回到那句话，这是我自己的生活啊。你现在在听这句话，是不是不一样了？这句话里有边界感，戏里是工作，戏外是我。这句话里有神隐的智慧，我有权利从你们的视线里短暂消失。这句话里有低预期的清醒，我不需要外界对我的生活方式发表意见。这句话里还有那个想骑车在巴黎瞎晃的诚意，一个保留了普通人愿望的演员。我做这期视频其实有点心虚，因为去分析一个人的生活哲学这件事本身就有点冒昧。我看到的只是他公开的那一小部分，真实的他什么样，我不知道，你们也不知道。我抛砖引玉，错的地方评论区指正。但是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这一期，我会说，他不是在演沉稳，他是真的把自己活成了沉稳本身。懂他的人会懂。今天这期就到这。